今晚咱们不讲帝王，不讲谋士，讲一个输得精光的人，一个把2万条人命押上牌桌，最后连自己的铠甲都保不住的人。这个人，你80%见过他的画像，光着肚皮，胡子拉碴，一只手里永远捏着把破蒲扇，咧嘴一笑，跟街口下棋的大爷没两样。8仙里的汉钟离名头不小，可你大概想不到，这副逍遥自在的模样背后，藏着一场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大败。他曾是征西大将军，执掌过2万铁骑，20岁出头就已经站上了无数人一辈子够不着的高处。然后呢，一夜之间全军覆没，他一个人像条丧家犬似的逃进了终南山。从帅帐到山洞，从铠甲到树叶，那一步只用了1天。你想想，那该是什么滋味？一个从小被教导要光宗耀祖的人，一个亲手把阵亡士兵的名字刻上石碑的人，他要怎么面对自己？今晚请你找个舒服的姿势躺好，闭上眼睛，咱们一起回到那个边关烽火从没停过的东汉。那时候的天下不太平，西北的羌人，北方的匈奴轮着来敲打汉家的边墙。朝廷里头呢，外戚和宦官像2伙红了眼的赌徒轮流坐庄，把朝堂搅得乌烟瘴气。在那个年代，武将世家的日子看着风光，实则凶险。今天你打了胜仗，封侯拜相，明天一道诏书下来，可能就满门抄斩。咸阳的钟离家就是这样的门第，老家主钟离章是朝中有名的砚台侯，这个爵位不是祖上传下来的，是他当年带着大军北征匈奴，流血流汗，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他家的厅堂上挂着先帝御赐的铠甲，案头上堆着从边关飞回来的军情战报，连空气里都飘着一股铁锈和皮革的味道。钟离章有2个儿子，长子钟离简官至中郎将，是父亲在军中的左膀右臂，次子就是咱们今晚的主角。关于他的出生，道教的典籍里留了一段很神的记载，说他的母亲怀孕前，有天白天，一个自称上古皇神似的巨人忽然走进了他的房间。那一瞬间，满屋通亮，那光有几丈高，像烈火，灼得人睁不开眼。没过多久，他就有了身孕。你拿今天的眼光看，这当然像是后世信徒给他镀的金。古代圣贤的传记里，这种桥段不少。一个人要是活到了常人够不着的高度，人们总爱回头，给他的出生也添上几笔神光。可这段记载里有个细节，挺有意思。那个巨人报的名字是黄神氏，在道教的谱系里，那是上古神版，地位极高。一个将门世家的孩子出生的传说里出现的不是保佑旗开得胜的战神，而是一根指向修仙之路的指头。这像什么呢？像老天爷悄悄在他人生起点上埋了一个跟家族期待完全拧着的伏笔。更奇的还在后头。这孩子出生那天，接生的人全愣住了。他的个头比寻常新生儿大出一大截，活像一个3岁的幼童。按典籍上的原话叫面圆顶阔，耳厚眉长，目深鼻耸。歌相书里看，那是一副标准的好相貌。可怪就怪在，孩子落地之后不哭也不喝奶，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躺着，睁着眼睛，呼吸平稳，像是心里揣着什么事，懒得跟这世道说话。家里人慌了，怎么哄都没用，就这么干熬了7天。到了第7天，这孩子忽然开口了，吐出一句让满屋子人瞠目结舌的话，
身有子府，名书玉籍。子府玉籍那都是仙家居住的地方。一个出生才7天的娃娃说，他已经在仙宫里逛过了，名字都登记在册了。这哪里是将门虎子该说的话，这分明是一个天生修道的人，投错了胎，正急着跟这个世界打声招呼。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爹钟离章发现这孩子还有一门异于常人的本事，随便拿起一样东西，他都能精准地掂出重量。那双手像天生带了一杆秤，秤砣在古代叫权。钟离章心念一动，就给他取了个名字，钟离权。你看，一个武将世家给儿子取的名字，不是威，不是勇，不是武，是一个衡量轻重的权字。这个细节细想挺微妙，像是命运提前写好了批注。这孩子往后的一生，注定要在2条截然不同的路之间反复掂量，反复权衡，直到他真正找到那个值得付出一生的东西。不过那时候，钟离家的上上下下，没人把新生儿那点神意当回事。钟离章看着这个天庭饱满、体格壮实的儿子，心里盘算的只有一件事：钟离家世代为将，这个儿子也跑不掉。他要用武将世家的规矩，把这个孩子磨成下一把锋利的长剑，封侯拜相，光宗耀祖。这条路在钟离权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光里，看上去确实走得稳稳当当。只是没人知道，命运塞给这个孩子的根本不是一套铠甲，是一把扇子。可一个人要拿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扇子，往往得先亲手握一把剑，然后眼睁睁看着它断掉。这把剑在他20岁入仕那一年，第一次被他磨得锃亮。磨剑的法子却不全在演武场。这个将门出身的少年，还练出了一手跟家世八竿子打不着的绝活。你想啊，咸阳钟离家的后院，兵器架上插满了长矛大刀，还有父兄从边关带回来的战利品。匈奴骑兵的弯刀，羌人头领的铜盔，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这些东西比什么玩具有劲。小小的钟离权最爱干的游戏，就是举着比人还高的木矛冲空气里乱刺，嘴里还喊着父亲饭桌上讲过的那些边关战事。可老天爷给他的本事，远不止舞刀弄枪这一项。史书上说，少年钟离权身长8尺，容貌雄伟。汉代的8尺换算下来，差不多1.85米往上。一个10几岁的少年，往同龄人堆里一站，跟白杨树蹲在灌木丛里似的，藏都藏不住。那张脸也是天生的将军相，轮廓刚毅，眉眼英气。明眼人一看就觉得此人将来绝非池中之物。可真正让钟离章对这个儿子刮目相看的，是读书这件事儿。在武将世家，读书的分寸很不好拿捏，完全不读是莽夫，上不了朝堂，读得太深，又怕读成书呆子误了事。所以钟离章定下的路子是以武为主，以文为辅。偏偏钟离权在文这件事上露了一手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天赋。他写的一手好狂草。草书本就是最自由奔放的书体，狂草更是走到极致，笔走龙蛇，墨迹如飞。写字的人骨子里要是没有一股规矩拴不住的野气，写不出那个劲儿。一个从小在兵法堆里泡大的将门虎子，练完骑射，背完战策，回到书房，摊开竹简，写狂草。这事儿搁钟离家大概算个无伤大雅的怪癖。但我请你留个心眼，一个人选择用什么方式表达自己，从来不是偶然的。狂草求的是什么？是意在笔先神游物外，
是那种谁也拦不住的自由。这份自由的意思，跟钟离章给他铺的那条封侯拜相的路，本质上朝着两个方向使劲，只是当年的少年自己未必看得清。20岁那年，钟离权正式入仕，靠父亲的军功和兄长的举荐，他做了谏议大夫。那是天子跟前的近臣，有资格在朝堂上议论国事。对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来说，这起点已经是天下少有的高了。他长得高大英武，往文官堆里一站，像一座铁塔。可他偏偏又博览群书，写得一手好字，说起话来条理清晰，不卑不亢。朝里有人私下议论，说钟离家的二公子将来怕是比他爹和他哥走得还要远。这些话当然会传进他耳朵里。他从小到大被灌输的都是同一条路，像父亲那样沙场立功、光宗耀祖，这条路在他面前铺得明明白白，每一块砖都擦得锃亮，就等着他大大方方踩上去建功立业的执念。就是这么一针一线，从出生那天起缝进了他的骨头里，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念头，是家族的期待，时代的规矩，一点一点喂大的。到这一步，钟离权的人生看起来几乎完美。一个标准的将门虎子正沿着一条标准的轨道滑向一个似乎注定辉煌的终点。他手里攥着的是家族的厚望，天子的信任，同僚的夸赞，这些东西加在一块儿，像一把被他握得死紧的剑。可他大概从没认真想过，这把剑指着的方向究竟是不是他自己想去的地方。这个问题的答案，20出头的他是看不见的，因为那时候他手里还没有那把扇子，那把日后替他拂去所有执念的芭蕉扇。而一个人真正学会用扇子之前，往往得先把剑舞到最得意的高度，然后再亲眼看着它断掉，让剑断掉的机会来得很快。西北边关的烽火台上燃起了一柱直冲云霄的狼烟，羌人造反了，消息传回洛阳，朝堂上的空气瞬间像被冻住了。羌人的骑兵来去如风。从东汉中期开始，羌乱就像一把钝刀子，一刀一刀地割着这个帝国的元气，怎么都平不下去。这一次规模尤其大，数万骑兵连破3城，前锋直逼长安门户。天子坐在龙椅上，目光从武将们脸上一一扫过。满朝文武各怀心思，没一个人敢吭声。就在这时候，钟离简站了出来，他转过身，当着满朝的面向天子举荐了一个人，他的二弟谏议大夫钟离权。这里头的心思不难揣摩，钟离家的儿子迟早要上沙场，这不光是为了朝廷，更是为了家族。一个武将世家的子弟，没有军功傍身，在朝堂上混得再风光，骨子里总缺一块压舱石。如今羌人犯边，正是弟弟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天子上下打量这个年轻人，身高8尺，相貌雄伟，站在百官班里像一柄出了鞘的长剑。当场拍板命钟离权为征西大将军，率军西征，平定羌乱。帅印交到他手里的那一瞬，钟离权心里应该是滚烫的。从小的梦想，父亲的期望，兄长的铺垫，所有这一切都在帅印入手的那一刻变成了现实。他不再是钟离家的二公子，他是征西大将军，是这支军队唯一的主宰。可等他捧着帅印走出朝堂，站在洛阳城门口，那股滚烫里头大概也掺了一丝说不清的凉意。兵书上不会告诉你，
西北的风沙扑在脸上时，那种粗犷的疼会让人睁不开眼。这支军队不是去演武的，是去搏命的。建功立业的渴望是真的，边关的凶险也是真的。可他没有退路了，帅印接了，军令下了，这一仗他必须赢。大军开拔之前，钟离权在军里得了个绰号义将，这绰号不是将官们叫出来的，是最底层的士族先传开的。行军路上，他对士兵的饭食、饮水、扎营事无巨细地过问，粮草发放的标准是先士卒后将官，最后才轮到他自己。在那个将领们习惯克扣军饷的年代，这样一个肯对兵卒掏真心的将军是稀罕物件。可义将这2个字既是钟离权身上最暖的那一面，也恰恰是他日后最深的软肋。一个对士兵有真感情的将军，一旦打了败仗，眼睁睁看着信任自己的人一个个倒下，那种愧疚是会把他整个人撕碎的。只是这一切，站在洛阳城门口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还看不到。他看到的是前方等着他去征服的敌军，是身后等着他凯旋的家族。西征的大旗在风里呼啦啦地响，钟离权翻身上马，2万大军在他身后列成一条长龙，他握紧缰绳，深吸一口气，扬鞭出发。大军一路向西，从洛阳到西北边关，地是一寸一寸变得粗犷起来的。出发时还有成片的农田，有炊烟袅袅的村庄，走着走着，绿色就一点一点褪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的黄土和砾石，风裹着沙子，打在人脸上生疼。士兵们的嘴唇开始干裂，马蹄在碎石上打滑，辎重的车轮动不动就陷进沙坑里。钟离权骑着马走在队伍最前头，身上穿着父亲留给他的那套铁甲，甲片上布满细密的划痕，那是钟离章当年北征匈奴时留下的印记。穿上这套铠甲的时候，他大概觉得自己接过的不仅仅是一副甲胄，是整个钟离家3代为将的荣耀和责任。抵达前线，钟离权做的头一件事，不是急着出兵，是扎营修寨，派人去摸清敌情，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道理他懂，可与此同时，他还做了一件兵书上没教过的事，他走到士兵中间去了，不是走过场，是真的蹲下来，跟士兵们坐在同一堆篝火旁边，看看他们吃的是什么，看看谁的鞋底磨穿了，看看伤兵的伤口上了药没有。有一回，他发现几个士兵因为口粮不够，偷偷嚼一种又硬又涩的野果子。他二话不说，让伙夫把自己的那份口粮匀了出去。到了冬天，西北的夜晚冷得能冻掉耳朵，军里的棉衣不够，好些冻伤的士兵缩在帐篷里发抖。钟离权巡营的时候看见，解开自己身上的狐裘，披在了一个冻得嘴唇发紫的年轻士兵身上。那个士兵扑通一声跪了下去，钟离权把他扶起来，说了一句在军营里传了很久的话：你跟着我从洛阳走到这里，我岂能让你冻死在这荒原上？从那件狐裘之后，士兵们看他的眼神里头多了一样东西，敬重。那种敬重跟军衔无关，是拿真心换来的。在士卒们心里，他不再只是个高高在上的大将军，是自己人。人心归附的好处很快应验了。羌人的一支骑兵趁着夜色偷袭汉军的粮道，一旦被截断，前面几万人马不出3天就得断粮，将官们全慌了。有人提议后撤，钟离权盯着地图看了很久，站了起来，只说了2个字：我去。
他带了50个精锐骑兵，在夜色掩护下，悄无声息地绕到敌军后方。羌人结了粮草，正忙着清点战利品，根本没料到身后会杀出一支队伍。钟离权一马当先，手里那柄剑在月光下划出一道弧光，50个骑兵像一把锥子，直直扎进敌阵最薄弱的位置。粮草夺回来了，羌人的指挥官被生擒，50名骑兵几乎没有折损。这一仗打完，钟离权在军中的威望攀到了顶点，朝廷的嘉奖令跟着就到了，赏赐的金银珠宝堆了一桌子。他看了一眼，没伸手去接，转过身说：“把这些金银换成石碑吧，把所有阵亡士兵的名字一个一个刻上去。”那时候的他还不认识什么芭蕉扇，可多年之后回看这个选择，人们才会明白，那股日后以善服臣、以善度人的慈悲，其实早在边塞的风雪里就悄悄种下了根。将官们围着篝火喝酒庆功，说着凯旋回朝，封侯拜相指日可待。钟离权坐在篝火边，手里端着一碗酒，眼神却落在那块刚刚立起来的石碑上，沉默了很久。仗打得太顺了，而一个在战场上待过的人都清楚，太顺的仗往往只是更大的风暴来临前那片刻的平静。他不知道的是，千里之外的洛阳，朝堂深处有人正冷冷地盯着这支远征的大军，不是在替他担心，是在等他输。那个人叫梁冀。梁冀这个名字在东汉的历史上是权势和狠辣的同义词。他是当朝外戚，妹妹是当朝太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钟离权怎么得罪了他？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可结果很清楚，梁冀在钟离权西征这件事上做了一个致命的安排。他只拨给钟离权2万兵马，还不是精兵锐卒，是从各个驻地临时抽调来的老弱残兵。有些人年纪大的都能做钟离权的父亲。钟离权不是傻子，他接到兵员名册的那一刻，心里一定明白自己被人算计了，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将令接了，大军开了。这时候上书请求增兵，一来一回少说1个月，他只能硬着头皮带着这2万残兵继续往前走。决战那天，天气坏得吓人。史书上对那一天的天气几乎所有版本都用了同样的字眼：雷电风雨，天昏地暗。原本还是黄昏，天色却忽然黑得像被一块巨大的黑布罩住了。风卷着沙石打在铁甲上噼啪作响，雷声在头顶炸开，闪电一道接一道，把战场照得惨白。羌人的骑兵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发动了夜袭。汉军的营寨刚刚扎好，巨马还没架稳，雷声太大了，羌人的马蹄声被盖得严严实实。等哨兵发现敌情，人家的骑兵已经冲到了大营门口。钟离权提剑冲出帅帐，声嘶力竭地集结部队，可风声太大，雷声太响，他的命令根本传不出去。2万老弱残兵在能见度几乎为0的雨夜里各自为战，阵型瞬间被冲垮。这不是一场战斗，这是一场屠杀。天亮之后，暴雨终于停了，战场上横七竖八倒着的全是汉军的尸体，2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钟离权呢，他在几个亲兵的拼死掩护下，单人独骑冲出了重围。他逃了，这2个字对任何一个将军来说都是比死更沉的耻辱，更何况是他，一个从小相信自己天生就要打胜仗的人，一个会把狐裘披在士兵身上的人，
一个把阵亡者的名字刻上石碑的人。他逃了，他逃进了终南山的深山密林，铠甲上全是泥和血，脸上被树枝划出好几道血口子，靠着山里的野果和溪水撑了几天，身上那套代表将军身份的铁甲实在穿不住了，太重也太响，金属碰撞的动静随时可能暴露行踪。他脱掉铠甲，撕下路边的胡叶，胡乱裹在身上遮体。从征西大将军到裹着树叶逃亡的亡命徒，这个身份的转换只用了1天1夜。夜里，他靠在山洞里，整夜的睡不着，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那些跟他说过话的年轻人，那些他披上狐裘的人，那些他许诺要带回去的人，现在全都躺在冰冷的荒原上，再也回不了家了。他把剑从鞘里抽出来，横在眼前，只要往脖子上一抹，一切就都结束了。可他最终没有那样做，也许是不甘心，也许是骨子里那份武将的倔强，又也许命运留给他的转折还差最后那临门一脚。他只是把剑插回鞘里，继续往密林深处走，直到彻底迷失在这座大山里。多年以后，当他手持芭蕉扇站在云端回望这段往事，人们早就不记得那个兵败逃亡的身影了。可那一刻，他是真实的，真实的恐惧，真实的愧疚，真实的无处可去。那柄象征权力与功名的剑，他曾经握得那么紧，如今被命运硬生生从手里打落在地。从这时起，他不再是执剑的人，那只握过剑柄也劈过狐裘的手，要空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学会握住一把扇子。而那个教会他握扇子的人，此刻正在他迷失的这座终南山里等着他。终南山深处几乎没有路，钟离权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时间在这片遮天蔽日的密林里变得模糊不清，身上的胡叶被荆棘刮得破破烂烂，脚上的靴子早就磨穿了底，人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凹陷，只有那双眼睛还亮着，那不是希望的光，是一头困兽在头破血流之后依然不肯倒下的倔强。他还在逃，可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在逃什么。追兵早没了，朝堂上的那些人大概已经把他写进了阵亡名单，可他还是不敢停下来，一停，那些画面就扑上来，雨夜里被闪电照亮的士兵的脸，泥浆里东倒西歪的战旗，还有身后那一声声喊他将军的哭叫，饥饿、寒冷、绝望。这3样东西日夜不停地轮番拷打他，这副模样跟几个月前站在点将台上威风凛凛的征西大将军之间已经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关联。就在他几乎油尽灯枯的时候，山林里出现了一个人，是个胡僧，穿一身破烂的草衣，蓬头垢面，光着脚站在乱石堆里。钟离权本能地去摸腰间的剑，手指却只碰到空荡荡的剑鞘。那个胡僧也不怕，慢悠悠走近，打量了他几眼，然后抬起手指向密林深处，说了一句，大意是翻过前面那道山梁，有你要找的东西。一个不信神佛的将军在绝境里遇到一个陌生人指路，稀奇的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钟离权跟着他走了。他不是信了那道指引，他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一个深陷绝境的人，在理智枯竭的时候会去抓任何一根稻草，这是求生的本能，跟信仰无关。
那道山梁翻过去，他看到的不是村庄，不是驿站，是一座隐在云雾里的庄院。院门口站着一个人，穿着青色道袍，须发洁白，面容却像婴儿一样红润饱满，站在那里像是已经等了很久。这个人便是东华帝君王玄甫钟离权命中注定的杜师。王玄甫看到他的第一眼，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一件众所周知的事：你是钟离家的那个将军吧？兵败了，逃到这里来了。钟离权愣住了，他一个在山里迷路多日的败军之将，胡须凌乱，衣衫褴褛，这个人怎么会一眼认出他？王玄甫没有解释，转身走进院子。钟离权鬼使神差的跟了进去。王玄甫坐下来，给他倒了一杯水，然后不紧不慢地说出了那句话：功名富贵都是浮云，你现在这副模样，不正是最好的证明吗？功名富贵都是浮云，这8个字要是搁在几个月前，钟离权大概连听都不想听。那时候他手握帅印，身后是2万大军，你跟他说功名是浮云，他会觉得你在讲笑话。可现在不一样了，他的铠甲换成了胡叶，帅印换成了舀水的破碗，那2万大军已经全部躺在那片他再也回不去的荒原上。这8个字像一面镜子，照得他无处可逃。可即便如此，他骨子里那份将军的傲气没有在那一瞬间就彻底消失。一个曾经号令千军万马的人，要跪下来向一个素不相识的道人求度世之法。这个膝盖没有那么容易弯下去。他心里有2个声音在打架，一个说：你还有什么可骄傲的？你已经一无所有了。另一个说：正因为我已一无所有，我凭什么还要低头？这种拉扯在他的沉默里持续了很久很久，但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他跪下去了，不是谁逼他跪的，是他自己。在经历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身心崩溃之后，他终于承认了一件事：他之前走的那条路，走到头了，走不通了。王玄甫扶起他，正式收他为徒，传授他长生真诀、金丹火候，还有一套青龙剑法。从这一刻起，那个叫钟离权的征西大将军，在某种意义上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从头开始修行的道门弟子。关于他修行路上的考验，流传最广的是一个跟铁拐李有关的传说。据说铁拐李为了试探他的道心，指使山神夫妇化作凡人，在他面前赤身嬉戏。钟离权呢，终日闭目诵经，目不斜视，最终通过了考验。这个传说的真假，咱们不必深究，可他背后说的道理很值得琢磨。他之所以能过这一关，不是因为他天生清心寡欲，而是因为他已经见过这世上最极致的起落，享受过权力顶峰的荣耀，也尝过全军覆没的绝望。寻常的酒色财气在他面前确实已经不够看了。他放下的那些东西，不是硬撑着不去想，是真正经历过之后，自然而然地松开了手。从一个被执念紧紧攥住的人，变成了一个慢慢松开拳头的人，而拳头松开了，手里才装得下别的东西。接下来的日子，他在羊角山、华山、红山之间辗转修行，一修就是几十年。羊角山在晋州不算太高，但终年云雾缭绕。钟离权选在这里落脚，大概是因为他够偏僻，偏僻到朝廷的使者找不到他，偏僻到旧日的同僚认不出他。他住在山洞里，睡在石板上，吃的是山里的野果野菜，衣服还是自己用胡叶缝的，一针一线缝得又密又齐。
像在缝一件道袍，从铠甲到胡叶，从大将军到山中隐士，这个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最初那段时间，一个习惯了发号施令的人，忽然要面对一整片只有风声和鸟叫的寂静，那种空落落的感觉比刀剑更磨人。可他留下来了，1个月、3个月、半年、1年，他开始习惯在日出前醒来，打坐，习惯在山溪边洗脸时，看着水里那张越来越清瘦的脸，习惯手里握着的不再是剑柄，而是一卷竹简。那上面刻着的是东华帝君传给他的长生真诀。后来他从羊角山搬到华山，又从华山云游到烂的铜山。修行者的日子几十年如一日，可对他而言，每一天都有一场仗要打。对手不再是羌人的骑兵，是那个内心深处的钟离权，是不甘寂寞、不甘被遗忘的钟离权。狼童山上发生了一件改变他道业走向的事，那是一个雷雨天。命运似乎很偏爱用雷电来标记他人生的关键节点。上一次，雷电夺走了他拥有的一切。这一次，雷电要送给他一样更珍贵的东西。钟离权在一处石壁前打坐，忽然间，雷声大作，一道闪电劈在不远处的山体上，紧接着，一种沉闷的轰鸣声从地底传来。他面前那面石壁在轰鸣声中缓缓裂开，最后轰然洞开，露出一个藏在山体深处的洞穴。洞穴最里头放着一只玉匣，匣里是一卷用金线编成的竹简，那是皇帝留下的金丹秘诀，上古时期已经失传的修仙至宝。这部秘诀补上了钟离权修行拼图里的最后一块碎片。他从东华帝君那里学到了心法，从华阳真人那里学到了火符内丹的术法。而仪同山石壁里这部秘诀，像一把钥匙，把所有零散的修行片段串联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攻城之日，玉帝降下敕封，封他为太极左宫真人。他的名字终于被写进了那个他在出生第7天就提到过的御籍仙册里。世俗意义上的钟离权用半生从将军走成了败军之将，修道意义上的正阳子用另外半生从一个逃亡者修成了天庭册封的真人。这2段人生，一条向下，一条向上，在时空里画出了一个极致的微字。得了天封之后，他本可以就此飞升，脱离凡尘，可他选了另一条路，下山走进人间。他开始云游四方，走到哪儿扇子摇到哪儿。有人生病，他从腰间的葫芦里倒出丹药；有人迷惘，他用3两句话点破对方的执念。那双曾经握过剑柄、沾过血的手，现在握着扇柄。扇出来的是清风，递出去的是药丸。从取人性命到救人性命，这个反转比任何道法都更彻底。他在云游途中留下的不只是渡人的故事，还有一样他少年时代就展露过天赋的东西——书法。宋代的宣和书谱里记得明白，钟离权擅长草书，尤其狂草，笔势遒劲奔放，在历代先真书法里独树一帜。你想象一下，一个曾经在竹简上练狂草的少年，经历了人世间最极致的起落之后，他的字大概比以前更洒脱了，因为他的人已经真正的洒脱了。从第一次握住剑柄开始，他就一直在向外求功名，求认可，求光宗耀祖，直到命运把他手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掰开，把他的剑摔断在终南山的乱石里，他才知道
那把始终藏在他生命深处的扇子，终于有了被握紧的意义。一扇在手，拂去的不是敌人，是自己的执念。扇出的不是狼烟，是渡人的清风。而他用这柄扇子度化的第一个人，此刻正在长安城里做着关于功名富贵的春秋大梦。长安，大唐的长安，这时候距离钟离权在终南山兵败逃亡已经过去了好几百年。他依然枕着那双草鞋，摇着那柄芭蕉扇，腰间的葫芦随着步子轻轻晃动，走在长安城熙熙攘攘的街市上，跟任何一个逛街的闲散老汉没什么两样。没人认得出这个袒胸露腹、胡子拉碴的老头曾经是执掌千军的征西大将军，更没人知道他这趟进城是要找一个人。那个人正坐在长安一家酒肆的2楼，面前摆着一壶酒，眼里装着整个天下。他叫吕岩，字洞宾，是个满腹经纶的读书人，跟当年的钟离权一样，他正处在人生的上升期，饱读诗书，志在功名。那一年长安的秋天，风把朱雀大街的落叶吹得满地打转。吕洞宾端起酒杯，心里盘算着来年春天那场决定命运的进士科考。钟离权呢，就是在这个秋日的午后，摇着扇子坐到了他的对面。吕洞宾抬头看了一眼，一个游方道人不请自来，大概是肚子里的酒虫犯了，想讨碗酒喝。他没太在意，吩咐小二添了一壶，又转回头想自己的功名大事去了。可这个道人并不急着开口，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他，慢慢地摇着手里那柄芭蕉扇。那扇子的风不大不小，带着一股说不清的清凉，吹在人身上懒洋洋的，舒服得让人犯困。吕洞宾的眼皮越来越沉，只觉得那风一下一下的像海浪拍在沙滩上，把他整个人往一个温暖柔软的地方推。眼皮合上的最后一刻，他看见的是那个道人嘴角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然后他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在梦里，他考中了状元，骑着高头大马，在长安街上游街，锣鼓喧天。他一路高升，做到了宰相权倾朝野，儿孙满堂，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然后风云突变。他遭人构陷，削职抄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最后孤零零地站在刑场上。刀光一闪，吕洞宾猛然惊醒，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大口喘着粗气，额头上的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淌。酒肆的窗子还开着，窗外的阳光跟刚才一样明亮，桌上的菜还冒着微微的热气，而他对面那个道人依然笑眯眯地坐着，手里的芭蕉扇还在不紧不慢地摇着。他问店家自己睡了多久，店家说不过是煮一锅黄米饭的功夫。就这一锅黄米饭的功夫，他在梦里过完了一生。钟离权看着眼前这个惊魂未定的年轻人，没有说教，只是用最平实的语言把自己几百年前的经历讲给吕洞宾听。他说，你知道吗，我曾经也像你这样，把功名富贵当成天底下最大的事。我接过帅印，带过大军，打过胜仗，也打过你梦里那种倾家荡产的大败仗。这些东西，他摇了摇手里的扇子，到头来连一阵风都不如。吕洞宾听完这番话，沉默了很久。梦里的荣华富贵，梦里的家破人亡，都还历历在目，心脏跳得像擂鼓。可当他慢慢平静下来，看向对面这个其貌不扬的老道士，心里像是有一块坚硬的石头被什么东西敲碎了。他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
他在梦里失去那些东西时的心痛，并不比真实的人生少一分一毫。梦是假的，可那种痛是真的。吕洞宾放下酒杯，跪了下来。这一跪，跟当年终南山里的钟离权何其相似，但钟离权没有立刻收下他，他太清楚人性了。人可以在一瞬间被点醒，也可以在一瞬间重新沉迷。那场黄粱梦只是敲开了一道门缝，吕洞宾心里还有太多的执念需要他自己去面对。于是钟离权设下了10道考验，从贪财好色到生死关头能不能坦然无畏，每一道都精准地瞄准了人性最脆弱的软肋。吕洞宾一关一关地挺过来了。10事过后，钟离权终于点了头，将他正式收入门下。接下来发生的事，改变了此后1000多年中国道教的走向。钟离权把自己毕生所学，尤其是那部核心著作《灵宝秘法》，完整地传给了吕洞宾。这部经典把修仙的路径分成了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5个层级，为内丹修炼建立了一套严谨的体系。在此之前，道教修炼的主流方式是烧铅炼汞的外丹，说白了就是吃丹药，炼一些重金属。而钟离权传给吕洞宾的这套方法，核心是内丹，不靠外物，靠的是修炼者自身精气神的转化与升华。从这一刻起，道教的修炼方向被这对师徒彻底扭转了。师徒2人被后世并称为钟吕，他们共同开创的修炼体系叫钟吕丹道，成了宋元之后道教内丹修炼的主流，一直延续到今天。全真道兴起之后，把钟离权尊为北5祖的第2位祖师，排在王玄甫之后，吕洞宾、刘海禅、王重阳之前，人称正阳祖师。玉帝后来又加封他为正阳开悟传道真君。在道教的神仙谱系里，他是实打实的一品帝君。与此同时，在民间他的另一重身份或许更加广为人知，八仙之一。在八仙的传说里，钟离权总是那个摇着扇子、袒胸露腹的闲散形象。过东海的时候，他把芭蕉扇往水里一扔，扇子化作一叶扁舟，载着他乘风破浪。庙会上扮演八仙的队伍里，他的标志性特征一眼就能认出来。那把扇子，那个永远挺着的圆滚滚的肚子，这2个身份，一个是道门里庄严的正阳帝君，一个是民间散漫的汉钟离，并行不悖地住在他身上，构成了一种奇妙的统一。就像他这个人本身，曾经用剑锋取人性命，后来用丹药救人性命，曾经在沙场上指挥千军万马，后来在云端上看尽人间荣辱。他的一生始于咸阳将门，终于天庭帝君，而中间那条路走得比任何人都更曲折，更彻底。建功立业的执念在终南山的雷雨夜里碎了一地，寻求解脱的修行在安童山石壁洞开的那一刻升到了新的境界。而长安酒肆里那场黄粱梦，让他从一个被渡者变成了渡人者。一个兵败逃亡的将军，没有在史书上留下赫赫战功，却在宗教史上写下了深深的一笔。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却在另一个维度里活成了永恒。而那柄芭蕉扇从咸阳到终南，从蓝铜到长安，一路扇过权柄的握与放，执念的起与灭，功名的得与失，到此刻扇出的已经是渡尽千帆之后那一缕最轻、最柔、最自在的风。好了，
今晚的故事到这里就该告一段落了。一扇在手，删去的是功名的执念，打开的是长生的道门。可我知道，你听这个故事不是来学修仙的，也不是为了看一位帝君有多风光，你是想在这段跌宕里找一点自己的影子，那个攥着东西不肯撒手的影子，那个怕输、怕落空、怕被人看清的影子。今晚讲汉钟离，是想送你一份小小的礼物，不是劝你放弃对生活的追求，不是叫你躺平，只是想说，人生在世，有些东西攥得太紧，反而会从指缝里漏得更快。有时候学会松开拳头，才能让手心朝上，接住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就像他那把扇子，扇出来的风不是让你冷，是让你清醒。愿你也能在自己的生命里找到那柄属于你的芭蕉扇，拂去那些让你疲惫不堪的执念，看清那些真正值得你守护的人和事。功名也好，安稳也好，无论是追寻还是放下，都希望你能活成自己心甘情愿的模样。夜色深了，窗外的世界该安静下来了。晚安，咱们下回再见。